13号机降落在白骨铺就的地面，在那嶙峋的白骨之上，竟覆盖着一只巨大的无头巨人，那是莉莉丝的躯体。她的胸腔里不仅封印着伊文6号机，还包含着朗基努斯之枪与卡西乌斯之枪。只要真嗣拔出长枪，就能修复整个世界。他与主勋一同驾驶着13号机，缓缓朝着无头巨人走去。可剧烈的爆炸突然从侧后方袭来，13号机被冲击波掀得踉跄倒地，烟尘中2号机如俯冲的猛禽般从天而降。明日香这才发觉，驾驶13号机的竟是真嗣。2号机刚要朝13号机扑去，凌波丽驾驶的9号机突然从侧方杀出，将2号机按在白骨堆里。可还没等9号机进行补刀，一发炮弹便骤然轰在他的肩胛上面。珍稀波驾驶着8号机停在远处，为明日香提供掩护。不等9号机起身，又是几发炮弹轰来。明日香趁机挣脱，手持长刀再度朝13号机发起猛攻，却被13号机的浮游炮轻松挡下。真嗣只是想要拯救这个世界，面对明日香的百般阻拦，真嗣彻底怒了，几发浮游炮击来，直接将2号机击倒在地。此时主勋语气凝重，不对劲，原本形状各异的朗基努斯之枪与卡西乌斯之枪，此刻竟变得一模一样。主勋盯着屏幕，眉头紧锁，他终于明白了定元堂的真正目的。不等主勋把话说完，2号机突然爆发，全力一击刺穿了13号机的浮游炮。明日香杀红了眼，将长刀切换成双刃形态，狠狠朝13号机的驾驶舱砍去。13号机躲闪不及，只能徒手接刃。金属碰撞的刺耳声响里，2号机突然没电了，可不等备用电源启动，2号机便被一把震退。13号机趁机继续朝莉莉丝残骸移动，准备拔出长枪。主勋的不安感越来越强烈，他劝真嗣别再往前走了，这很可能是陷阱。可这是真嗣唯一能弥补过错的机会，他不能停。真嗣攥紧拳头，不肯放弃。就在这时，驾驶舱内的操控权突然被强行切断，13号机的傀儡系统自行启动。无论真嗣与主勋如何挣扎，机体都不听使唤，径直朝着2把长枪伸去。眼见13号机要强行拔枪，世界即将再次毁灭，珍稀波立刻调整炮口，连射2发反 AT 炮弹，精准命中了13号机。可炮弹炸开后，13号机竟毫发无损，这台机体居然根本没有 AT 立场。明日香几人见状，疯狂朝着真嗣呐喊，可他们却只能眼睁睁看着13号机握住枪柄。真嗣拼尽全力将2把长枪猛地拔出，可拔出来的瞬间，他彻底愣住了，长枪竟变成了2把一模一样的朗基努斯之枪。就在此时，莉莉丝的残骸骤然爆裂，浓稠的血水喷涌而出，瞬间将整个教条区淹没。伊文6号机从血海中缓缓悬浮，寄宿在里面的第12使徒觉醒了，曾经被中断的第3次冲击在此刻重新启动，使徒化作漫天黑色粒子，如潮水般将13号机包裹其中，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光茧。明日香驾驶2号机疯狂射击，可机枪子弹打在黑色粒子上却毫无作用，这使徒的全身都是核心。光茧内的真嗣与主勋彻底陷入了绝望的囚笼。